大家好，还记得我上一次说我的仪表，它就左边这边它的背光坏掉，所以变成说晚上在开车的时候这边会比较暗。那我今天就是要来更换那颗灯泡，因为每台车的拆解方式不一样，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我是已经拔下来了。因为仪表板上面几乎啦，它所有的号志都是由，因为我们这是旧型车，我们都是靠那个小型灯泡去发光，让背光啊、一些号志、一些警示的那些号志会亮。那我们来看，我们转到后面这边，像我是不是说我是左边这边的一个背光不亮？像这两颗大颗的，它是主背光。它是这种大颗的灯泡，然后它的位置刚好就是在仪表的正中间，整个仪表的很平均的分3等份，它就是在边边这边。这样讲懂我意思吗？看它的位置在这边，我们直线转过来，它就是在这边。这是主光源。然后我坏掉的是这一颗，这样看得出来吗？里面的钨丝断掉了，然后也都黑掉了。所以变成说我晚上在开车，我开大灯以后仪表会亮嘛，变成是主光源在亮，跟这边的副光源在亮，然后这一颗就不会亮。那一般来说，比较大颗的这种都是叫炸弹灯泡。那小颗的这个，因为说实在话，我没有买过这种灯泡，这可能叫米粒灯泡吧，我不是很确定。那这种灯泡的要怎么换呢？就是直接把它拔起来，因为这个有的可能直接抽起来就起来了，因为这个基本上会坏啦，但是几率可能不高，除非你车子的线路会有点问题，才会导致它很容易坏掉。这样看得出来吗？里面的钨丝烧断了，所以这颗就没有用啦。这一颗就是好的，这一颗它标示的是14V 1.4瓦。像这种灯泡，我建议真的不要乱换。就大概，譬如说你是小颗的，你就换小颗的；你是大颗的，就换大颗的。然后在换的过程中，可能尽量就是不要去更换，看一下它的规格，不要随便去更换。然后装上去以后，就插进去，它会轻轻的掉一声，你不要用力挤哦，你也不要太用力夹，因为毕竟它是玻璃的。然后记得装上去以后要擦干净，要不然我们手上的一些油啊、汗啊，你等下装上去开灯以后，可能会导致它的破裂。我是没有碰过啦，因为我在换这个，我都是换上去以后，我一定会擦一下，而且重点是我不会马上装，我换上去以后都会稍微等一下。其实以像我的仪表背面的话来看，你可以看到有2个颜色，绿色的这个都是光源。像既然都拔下来，就顺便检查一下，看钨丝有没有问题啊，然后稍微擦一下，因为毕竟这个还是会有灰尘啊。其实真的灰尘是无孔不入。
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，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有方向性，我不是很确定，然后就可能你怎样拔起来就怎样装回去，你不要给它转方向。然后如果有的比较像喜美，我记得喜美没有后面这块壳，会更好拔。March 也是一样，反正拔下来的就都检查看看，然后稍微擦一下。先从主光源、背光源开始，然后像如果你装回去车上的时候，如果发现灯不会亮，除非是钨丝断掉，要不然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转个方向就会亮。那我们来顺便检查一下其他的号志，像这样子，不知道能不能给各位看。譬如说这样子，这边有没有？这边就一个 ABS， 因为我的车没有 ABS 嘛，所以就这个是没有装的。然后安全气囊，因为我也没有安全气囊，所以这也没有装。所以它的后面这边是空的。然后还有哪里呢？这边雨刷水，我这次好像也没有雨刷水警示器。我印象中最重要的号志必须检查的啦。第一个，引擎灯，你引擎灯泡一定要去做确认，要不然如果你突然引擎灯亮，结果灯泡不会亮的话，引擎灯再亮你根本就不知道，所以这就很危险。像前车主有换过这种 LED 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会亮，那就把它换掉吧，换下来，然后再找一颗。这种各家厂牌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还是就沿用原来的这个做，所以要把这个拔下来换过来这边，一样先检查一下钨丝有没有断，好，钨丝正常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拔下来。如果拔不下来的话，可能手湿湿的垫一张卫生纸会比较好拔。然后装上去，它都会掉一声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把它擦干净，然后我们来确认一下，大概这一颗嘛，它是什么功能？安全带，安全带其实没亮也好啦，反正你记得系就好，然后再把它装回去。然后我们来检查第二颗，这一颗没坏，把它擦干净。然后来看一下它是什么功能。手刹车，这是手刹车的号志。然后一样，把它装回去。其实应该自己的车什么灯会亮，什么灯不会亮，应该自己都有个印象。所以就先从你觉得怪怪的开始换起。这一颗钨丝应该也没有断。像有的时候
你看钨丝是好的，但是有可能它已经坏掉，你可能就这样轻轻的弹它一下，然后去看那个钨丝，如果钨丝会晃动，就是坏掉了。因为我之前就曾经就碰过，你看它钨丝都在，但是就是不会亮，然后你就轻轻的稍微弹它一下，你去看那个钨丝，它钨丝会晃，那就是已经断掉了，但是可能就它断的刚好是它接点的地方，所以可能开它只要跨上去，又会亮了，但是抖又掉又不会亮。一样，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功能？机油灯，机油灯也很重要，所以机油灯的耗子也要查一下。没问题就把它装回去。然后上面这边我记得就是方向灯、远灯跟一些其他的状况。反正我还是觉得一个仪表上最重要的就是可能机油灯，然后引擎的 check 灯。其实如果笼统的来讲啊，所有的耗子都很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机油灯、引擎的 check 灯，还有什么？我觉得 check 灯这个最重要，要不然你引擎灯亮了，结果你的仪表没有显示，那就很麻烦。这边一个是远灯跟方向灯，因为我这台也没有防滑，所以那个就也没有装。然后忘记哪里是哪里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看。像这种灯泡应该汽车材料行都有，精品百货都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应该电子材料行一定有。不要乱叫，看有没有装对。然后装错了，防滑装到防滑去了，然后就把它换回来。然后再来检查这边。我是建议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偶尔可以拆下来擦一擦，检查一下。因为说实话，这种什么时候要坏都没人知道。擦干净，然后检查一下钨丝状况。然后我们来看，这边是一样方向灯，cruiser 巡航定速。那这边怎么会就2个灯，有3个洞？然后这边我就装方向灯就好了，最下面那一个。定速，那个是定速的意思吗？好，剩最后2颗。一样擦干净，检查看看。
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定速巡航灯会被装灯泡，因为我这台车没有这个功能啊。OD 档、引擎灯、ABS 就是这2颗。切克灯真的很重要，一定要确认切克灯的灯泡是好的，要不然哪天引擎亮切克灯，结果你的仪表没有显示，那就好笑啦。好，现在就检查完毕。好，我们把原有的灯泡都擦干净以后，我们来检查看看有没有装错。ABS 因为我的车没有，所以没有装。好，都没有亮，这边也没有亮。Cruiser 巡航灯，因为我也没有这个功能，所以也没有装。防滑，我的车也没有防滑功能，所以也没有装。安全气囊，我的也没有这个功能，所以也没有装。雨刷水要装吗？我记得好像没这个功能啊，而且它本来就没有装，好吧，那就不要装。好啦，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仪表板背光灯更换，然后其他的灯号检查跟灯号的重要性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